每天5分钟解决一个商业问题，欢迎收听 K 商学院实战篇。等一下，你订阅我的频道了吗？还没订阅的赶快订阅吧，还等啥？那么好的内容当然需要你的鼓励，才能让我有动力的继续把最好的商业知识内容带给大家哦。感恩，记得点一下旁边的小铃铛哦。好，我们开始我们的求知旅程吧。我有个朋友在 Shopping Mall 里开了家特色餐厅，现在线下零售店遇到了很多挑战，所以转型开餐厅的也越来越多，他的客流量也慢慢的被稀释了不少。为了吸引更多人来吃饭，送米饭啊，送水果，送优惠券等等，他都试过了，但引流的效果却越来越差。他懊恼着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用有效的优惠活动来吸引更多的客人呢？怎么办？想要解决这个怎么办的问题，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。这个问题其实是在问客户到底最喜欢哪一种优惠方式，而这优惠又能让他感觉超过了这个优惠本身的现金价值。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也就是说，同样优惠1块钱，要怎样让客户感觉到他其实收到了3块、5块甚至是10块的价值，而不是1块钱的价值呢？这你就要了解一种叫做迷恋小概率事件的心理了。什么叫迷恋小概率事件？我举个例子，你买过彩票吗？我今天想送你一样小礼物 ：A 2块钱的现金 ，B 一张花2块钱买到的彩票。这张彩票中奖的概率当然很小，但据说它的最高奖已经达到了几百万元，你选哪一个呢？什么？你说你要彩票？这就有意思了。为什么你不要2块钱的确定收益，却要一张有可能一无所获的彩票呢？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个视频的确定效应吗？还没看的朋友可以点击我们的频道回去看一遍哦。同样的预算，买1送1还是抽奖，多数的客户不是都选择了确定收益的买1送1，而不是那个冒风险的抽奖吗？为什么一旦变成了彩票，你们就做出截然相反的选择呢？不选那确定的2块钱，而愿意去冒风险了呢？为什么？关于买彩票的行为与确定效应之间的矛盾，很多人其实做了实验，他们发现在涉及小概率事件时，在合适的情况下，比如成本非常低，只有2块钱，人们居然会从确定效应导致的风险厌恶者转为偏好风险者，大家都非常乐意的赌一把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一回事啊？这就是侥幸心理所导致的。反正损失都不大，可万一真的中了奖呢？大婶，你今天好幸运啊！确定效应、反射效应、迷恋小概率事件，这3种心理左右了当人类面对得与失时那复杂的心理活动。这种心理确实比较复杂，让我来帮大家梳理一下。在损失的时候，因为反射效应，人们会偏好风险，愿意赌一把。在收益的时候，因为确定效应，人们会厌恶风险，选择见好就收。你都知道个钱。但如果收益真的实在太小了，人们又会迷恋小概率事件，心态呢会从厌恶风险反转为偏好风险，宁愿搏一把大奖金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到我的朋友的问题，那我这个朋友该怎么办？如果我是他的话，我可能会策划一个抛骰子免单的活动。一般上我们经常看到的优惠活动都是吃完饭我就给你们1人送1瓶可乐，如何？或者是打个5%的折扣，顾客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别送了，换另外一个方式吧。所有的顾客吃完饭都可以充满仪式感的抛一次骰子，抛出3个6的话，这一顿饭免单。对呀，没错，抛出3个6，这一顿饭就免单，很有诱惑力吧？那抛出3个6的概率是多少呢？我们可以这样算，1/6乘1/6再乘1/6，结果会是216分之一。216分之一算成打折的话，相等于995折，也就是1000分之5啊。但是我告诉你
就是因为这种迷恋小概率事件的心理，顾客呢会摩拳擦掌，试试再试试，梦想还是要有的，万一真的实现了呢？就是这种迷恋小概率事件的心理，导致同样优惠1元钱，客户呢会感觉到优惠了3元、5元甚至10元钱的一样的获得感。那么这种迷恋小概率事件的心理，我们还能解决哪些商业世界中的怎么办的问题？我是开航空公司的，我的用户在使用了我们的服务时，累积了很多会员积分，对我们来说，这会累积越来越多的兑现风险，所以很想用户尽快的把积分兑换掉。怎么办？你可以试着做一些积分抽奖的活动，让用户用99个积分抽奖换取一台 iPhone 14 Pro， 会员可能会忍不住试试运气，万一呢？我是在 Shopee 做电商的，想吸引大家来关注我的网店，怎么办？你可以试试做一个1元秒杀的活动，上午10点正推出3台1块钱的 iPad， 很多用户可能也会忍不住等到10点来秒杀，万一呢？开心死了！最后我们来小结一下，人的心理是极其复杂的，在损失的时候会因为反射效应偏好风险，想赌一把；在收益的时候呢，会因为确定效应厌恶风险，见好就收。但如果收益实在很小，又会迷恋小概率事件，从厌恶风险反转为偏好风险，搏一把大奖金。人性啊，有时候就是这么纠结，这也让洞察人性变得极为困难，而充满乐趣，更能让那些能够洞察人性的人呢，充满商业机会。好了，今天的怎么办就回答到这里。买股票时，人的后悔有2种，一种就是我猜对了上涨趋势，但是没买，错过了赚钱的机会；另一种呢，是我买了，但是趋势猜错了，赔了钱。按照今天讲的原理，你觉得人们对哪一种会更后悔呢？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，与大家一起过招。也希望呢，你把今天所学到的这个招式呢，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，尤其是可能你的朋友是在创业的这个道路上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创业的道路上呢，有时候呢，我们真的需要累积很多经验，所以学习呢是永无止境的。这个视频呢，如果你觉得可以帮助到他呢，就可以分享给他。即使是没有创业的朋友呢，在工作的朋友呢，其实学一些这些商业知识呢，都是对我们在解决一些我们人生中的一些问题呢，都有很大的帮助。OK， 谢谢大家。